首先来关注阿富汗局势，塔利班武装攻势迅猛，进度超乎外界想象。阿富汗塔利班势如破竹，周日已进入首都喀布尔。至此，美军在阿富汗长达20年的军事存在走向终结。阿塔发表声明，强调阿富汗的战争已经结束，并保证将为所有公民、外交机构提供安全保障，并已批准武装人员以和平方式进入城市。阿富汗的战争已结束。他同时表示，我们准备与所有阿富汗人进行对话，并将向他们提供必要的保护。纳伊姆在社交平台上说，他们正在喀布尔与阿政府商讨和平移交权力。而在谈判进行之际，塔利班领导层指示部队留在喀布尔城门口，不要进入这座城市。不过，塔利班稍晚说，由于喀布尔警察擅离职守，其战士已奉命入城维持治安。阿富汗代理内政部长米尔扎夸勒周日证实，喀布尔不会遭到塔利班袭击，双方同意和平移交政权。他说，权力将移交给过渡政府。但路透社昨晚引述2位塔利班人员说，阿富汗不会有过渡政府，该组织预期阿富汗政府全面移交政权。同一时间，阿塔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发表视频讲话，并告诫塔利班，考验的时刻刚刚开始，如何有效治理国家，解决阿富汗人民面临的问题，满足他们的愿望，才是真正的考验。美联社曾报道称，巴拉达尔是阿塔创始人之一，此前一直在与美国谈判中担任首席谈判代表，曾在2020年在多哈与美国签订和平协议，为美军在阿富汗的撤出铺平了道路。今年7月28号，巴拉达尔曾率领阿富汗塔利班高级代表团访华，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天津见面。他承诺，阿塔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领土做危害中国的事情。从他这个讲话里面可以看出，塔利班对现在当前局势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知道现在其实正是一个乱局的开始。他怎么去构建一个，又既按照他的这个意愿，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这个伊斯兰政权，又怎么样能最大程度的去容纳这些阿富汗的政治派别进入到新的政府当中去，这可能真的是对塔利班的一个考验。加尼周日在脸书发文，承认自己已经离开阿富汗，称是艰难的选择，是为了避免大量的流血冲突。加尼表示，塔利班已经用剑和枪赢得了战争胜利，如今有责任保护阿富汗国人的荣誉、财富和尊严。他并未透露自己目前身在何处。据路透社报道，阿富汗内政部的一名高级官员当天表示，加尼已离开喀布尔，前往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总统办公室被问及加尼行踪时回应称，出于安全原因不予置评。阿富汗政府驻卡塔尔多哈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对《纽约时报》表示，加尼及其妻子还有2名助手乘飞机抵达了乌兹别克斯坦。此外，阿富汗前武官穆斯勒姆凯越说，加尼乘机曾途经乌兹别克斯坦，之后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着陆。不过，目前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均无消息表明加尼入境。据法新社报道，阿富汗塔利班代表表示，其正在搜寻加尼的去向。塔利班发言人纳伊姆坦言，加尼的出走不在计划内，即使是他身边的人也没有预料到。他的离开应该是代表了那个整个就是原来有美国政府背后支持的这个加尼政权的一个全面的崩溃和倒台。再一个深层次来说呢，就是他的这个政府军，他不可能说为了一个他们就是认为的一个美国扶持下的一个政权为他而战斗，为他而流血牺牲，可能这方面的信念和信仰欠缺，这也是导致他迅速崩溃的原因。周一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表示，目前留在阿富汗境内的零星中国公民都是安全的。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当地局势发展，为每一位在阿中国公民提供必要的服务和帮助。阿富汗塔利班方面呢，多次表示希望同中方发展良好关系，期待中方参与阿富汗重建与发展，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领土做危害中国的事情。我们对此表示欢迎。长期以来，中方始终尊重阿富汗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始终不干涉阿富汗内政，始终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中方尊重阿富汗人民自主决定自身命运前途的权利，愿意继续同阿富汗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为阿富汗和平与重建发挥建设性作用。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将近一半的提问都涉及到了阿富汗局势，那这也体现出各方的高度关注。不干涉内政作为中方的原则立场，也是华春莹回应相关问题时的高频词。中方也期待塔利班此前的表态能够得到落实，让阿富汗人民真正的远离战乱，重建家园。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纳伊姆周日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强调，没有任何外交机构或外国总部是其攻击目标。他向所有人保证，塔利班将会保障外国公民和外交使团的安全。不过，面对塔利班的闪电攻势，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芬兰、瑞典和西班牙等国在内的北约国家已经宣布关闭其驻阿富汗大使馆，撤回本国外交人员。值得注意的是，英国首相约翰逊周日呼吁志同道合的各方要共同努力，不承认任何未经协议便产生的阿富汗新政府，希望其他国家不要过早承认塔利班政权。英方的这一表态与上月截然不同。据英媒7月13号报道，国防大臣本·华莱士表示，如果塔利班在阿富汗掌权，只要某些国际准则得到遵守，英国将与他们合作。分析指出，英方态度突变是为与北约调门保持一致，因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发表书面声明称，北约决心支持政治解决方案。如果塔利班武力夺权，国际社会将会不承认塔利班政府。外界注意到，虽然俄罗斯外交部宣称暂时不会承认塔利班建立的新政府，但俄罗斯驻阿大使馆并没有进行任何撤退行动，正常运转。它需要面临的一个考验，那么来自于阿富汗人民的考验，以及国际社会对这个政府承认程度的这么一个考验，这就取决于塔利班它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推进这个权力的架构，也就是说怎么样去组建一个他自己也宣称的就是包容性的政府怎么去容纳这个现在各个这个政治派别力量去进入到他的这个主导的政府里去，然后这个政府能不能得到阿富汗人民广大程度的一个支持和赞同。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周日还在社交网站上指出，阿富汗的局势是美国一手造成的，他将该国的情况形容为令人惊讶和真实的，并表示世界正惊恐地看着美国又一次历史实验带来的结果。有人说阿富汗是大国的坟墓，那美国就是埋得最深的一个。苏联也被埋过，曾经对阿出兵10年，但是呢，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叫卢克亚诺夫，他昨天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嘲讽，本来以为苏联之败已经够大了，万万没想到美国人遭遇了 an even bigger failure， 甚至是更惨重的大败。那么苏联在撤军之后，他扶持的政权至少还撑了2年半，可以说阿富汗政府呢现在是说败就败。那么美国在阿之败呢，首先表现为战略之败，是从战略到战术层面一败到底。且不说包括小布什总统在内的美国政客，他们所鼓吹的阿战目标基本落空。那么就连拜登抛出最后撤军时间表的所有的情境预设也无一实现。那么甚至在上周出台的美国最新情报评估中呢，还在预判塔利班会在数月，那么最快是在数周内进逼喀布尔。完全没有料到阿富汗之变是以天为时间单位，以致呢美国驻阿使馆措手不及，可以说是屁滚尿流，搞所谓的72小时撤馆。所以美方从战略到战术完全搞不清阿富汗的真实态势。那么其次就是信誉之败，对于全世界，尤其是那些个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一众盟国伙伴国，高喊美国回来了的拜登总统，嘴上说同盟第一的拜登和嘴上说美国第一的特朗普都是完全靠不住的。最后呢，就是政策之败。特朗普已经在发推攻击所谓美国史上最大溃败了，他把阿富汗之败看作是政治攻击的契机，看作是布局中期选举的契机。那么共和党当然也会以此作为党争的工具，对民主党和拜登火力全开。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后，西贡时刻成为这2天全球各大媒体的热词之一。46年前，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以西贡时刻画上句号。如今，当年的场景似乎又旧日重现。喀布尔陷落被认为是美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又一个转折点。因为经过几个月的撤退，美国的撤军已经完成了95%以上，时间还够。美国情报机构几天前还在预测，阿富汗塔利班将在30天内包围首都喀布尔，90天内接管这座城市。然而，才到上周末，塔利班已经占领各大要地，兵临喀布尔城下。形势变化之快，让美国及其盟友措手不及。
美军支奴干直升机在喀布尔美国大使馆上空盘旋以撤员，一缕缕疑似焚烧来不及带走的机密要件的烟雾从使馆上方升起。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此前宣布，美军将接管喀布尔机场的空中交通管制。一名国防部官员称，6000名美国士兵将承担保卫喀布尔机场及其整个周边的任务。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周日晚间还表示，所有人员已从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撤离，目前已抵达喀布尔机场。有消息称，美国所有外交官拟于8月31号之前离开阿富汗。这次他那个撤管和特别是撤走他的那个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和包括为美国服务的阿富汗的那些所谓的翻译还有工作人员等等，就准备不足，非常的混乱，更非常的狼狈。阿富汗局势持续恶化，舆论对拜登政府的批评声也愈发尖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周一的报道称，拜登拙劣的阿富汗撤军政策对美国内外而言都是一场长期酝酿的灾难。他未能安排一场紧急而有序的撤军，这将进一步撼动他饱受危机困扰的总统宝座，让他的政治遗产蒙尘。撤离所有美国依赖的阿富汗翻译、工人和调停者任务，现在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而现在，这些人又面临塔利班的报复，美国的良心和全球声誉将受损。CNN 还直白地说，拜登对从阿富汗撤军的管理不善，凸显了他的核心观点：美国打造一个正常运转国家的愿景是虚幻的，美国再参与多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此外，美国不负责任的行为也导致盟友陷入了慌乱，因为很多国家还没来得及撤侨。美国盟友纷纷开始找拜登讨说法。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也在明里暗里表达着对美国的不满。英国首相约翰逊更是直接将责任推到了拜登头上。I think it's fair to say that the U.S. decision to pull out has accelerated things. 自2001年美国对阿富汗开展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已经投资了近830亿美元，用于训练和武装阿富汗安全部队。阿富汗安全部队应该在人数、资金和武器装备方面都占据上风。那么，阿富汗塔利班是如何迅速攻城略地的呢？美国外交杂志分析称，问题不在于美国向阿富汗提供的训练或装备，而在于阿富汗政府的管理不善、腐败和军队士气低落。对于美军撤离导致阿富汗局势急转直下，喀布尔陷落对美国可能有更为长期的负面影响。新华国际时评认为，2021年喀布尔陷落有着多重隐喻，必会成为后世史家常提的历史性事件。喀布尔陷落标志着美国国际形象和信誉崩塌。20年过去，北约盟友跟着美国在阿富汗转了一圈，出钱、出枪、出人，最终落得一地鸡毛，再次证明当美国的小跟班没有好果子吃。同时，喀布尔陷落标志着美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又一个转折点。历经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多重打击，美国霸权走向衰落已成为不争的现实。折戟阿富汗不过是美霸权螺旋式下落的又一个节点。现在，美国舆论包括政客都将美军逃跑式撤退与越南溃败相提并论。特朗普甚至发推炮轰拜登遭遇美国史上最大溃败。您对此如何评估呢？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中国驻阿使馆仍在正常运作，目前在阿零星中国公民是安全的，中方尊重阿人自主决定自身命运前途的权利。您对此有何评论？现在那些被美国拖着参加阿富汗战事的北约多国都在紧急撤馆。德国外长昨天甚至发推说，驻阿使馆呢已经搬到机场军机作业区了。为了推进美方72小时撤馆行动，美军紧急增兵呢已经达到了6000人。所以在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必须要向身处风暴眼中的中国驻阿使馆人员致敬，他们以及那些个仍然停留在阿富汗的同胞们的安全，确实呢是我们的最大关切。今天呢，华春莹带来了大家最希望听到的安全好消息，而且呢，也展示了大国外交官的责任担当。那么，使馆将继续为每一位在阿中国公民提供必要的服务和帮助。现在呢，舆论都相信塔利班2号人物巴拉达尔，他呢有望出任过渡政府的总统。他上个月曾经到访天津，向王毅当面承诺，塔利班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领土做危害中国的事儿。当然呢，塔方也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做出过类似的同样表态。但是呢，中美看待塔利班承诺的心态和舆论反应可谓是天壤之别。我认为这其中特别值得我们耐人寻味。那么，华春莹再度阐释了中方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一贯的立场，强调呢尊重阿人自主决定
自身命运前途的权利。那么一旦塔利班能够证明自身成为阿人的选择，那么至少在中方看来，它的国际空间是不足为虑的。同时呢，作为同阿富汗边境接壤的近邻，中国对阿富汗和平稳定有巨大的关联利益，而防止呢恐怖势力渗透更是中方的最大关切。王毅见巴拉达尔时呢，就特别点名东伊运是被联合国安理会点名的国际恐怖组织，对中国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直接威胁。希望呢，阿富汗塔利班同东伊运等一切恐怖组织划清界限。那么，中俄最大规模的陆上军演上周在贺兰山下落幕，明确以反恐作为军演的主题。我想呢，也就此对外释放了最明确的信号。继香港教协上周解散之后，祸港近20年的民阵也于周日宣布解散。然而，民阵的所谓声明谎话连篇，竟将罪证说成其功绩，继续煽惑市民。香港警方严正表示，刑责不会因解散组织或成员的辞职而被抹走，将会全力追究其是否违反香港国安法及其他法律。反中乱港组织民阵在周日的所谓解散声明中称，该组织上周五召开周年大会，出席成员团体一致议决由即日起解散。民阵又颠倒黑白称，特区政府以疫情为由拒绝其游行申请，令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又因召集人陈浩环身陷囹圄，没有成员参与秘书处，只能无奈解散。民阵更无耻地将多年来的罪证当作其功绩，最后又扬言相信不同团体仍然会继续坚守理念云云，企图继续煽惑市民。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周日发表谈话表示，民阵宣布解散之时仍大放厥词，态度猖狂，气焰嚣张，充分暴露其反中乱港的政治本质和冥顽不灵的恶劣本性，必须对其依法追究，严惩不贷。发言人表示，民阵自知其行为和活动已经严重触碰一国两制原则底线，触犯香港国安法和多项香港本地法律，且正被香港警方调查，已走到穷途末路，遂匆匆宣布解散，想玩一出金蝉脱壳的把戏，逃脱法律追责，这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香港中联办发言人指出，民阵垮台是人心所盼，咎由自取。在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施、香港由乱及治的大背景下，任何人、任何组织坚持反中乱港立场，绝没有出路。19年来，民阵去和各路反中乱港组织和蓝潮政棍勾结外部势力，冲击一国两制红线和特区宪制秩序，严重毒化社会环境，将香港拖入动荡的深渊。发言人还奉劝那些目前还在坐困穷途、徘徊其路的组织和个人，回头是岸，只有积极配合调查，真心尊重法治，才是唯一出路。它其实一直是一个非法组织，所以这次他自己宣布解散，其实也是一种形式上扮演被迫害角色的一种取巧。不管他是真解散还是假解散，其实最终都不可能一散了之啊！香港当局一定会一方面呢是追究他非法活动的责任，他目前的召集人陈浩环已经锒铛入狱了，那么其他的主要负责人也会被逐一的去追究责任。香港警方在民阵宣布解散后发表声明称，今年4月曾根据社团条例第15条要求民阵提交其成员、活动及资金等数据，但该组织没有按时向社团事务主任提交所需数据。警方现正积极跟进该组织违反社团条例内的罪行。警方再次强调，民阵成立近20年以来一直没有注册为公司或社团，近年更组织一系列大型非法游行集会，可能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警方会深入调查取证。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周一发表文章称，民阵没有按警方要求按时提交资金、户口等资料，散播错误意识，令很多年轻人以为犯法可以不用承担后果。邓炳强强调，违法就是违法，任何人或机构动辄以解散、退场等逃避责任，法治将难以彰显，执法部门必定全方位打击。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日益显现拨乱反正的强大威力。民阵召集人陈浩环锒铛入狱，包括公民党、民协等各成员终作鸟兽散。民阵最高峰时有超过60个团体，到了解散前夕，仅剩下8个团体成员。很多的反中乱港的组织，过去一直是低估了中央政府和香港市民对清除余毒的决心。那么强力实施国安法下呢，很多的组织就开始自乱阵脚，纷纷瓦解，也想借此来逃避法律责任。民阵是反中乱港的大台，自2002年自我宣告成立以来，民阵几乎集拢了所有香港反对派团体，多年来举行各种游行示威活动。
包括2014年的非法占中，并致使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的多场游行，最终演变为暴乱。民阵非常嚣张地勾结境外势力，曾在2019年7月去信61个外国驻港总领事馆及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呼吁各国发出针对香港的旅游警示，更诋毁一国两制难以为继，公然涉嫌与外部势力里应外合，抹黑特区政府及香港警察，践踏一国两制，危害国家安全。香港大公报周一的报道还指出，2019年的修例风波在民阵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令香港经济全面受创，访港旅客大减，市道长期处于低迷，零售、餐饮和酒店业更成为重灾区。去年2月，据香港特区政府经济顾问办公室推算，黑暴行动对上述行业的影响，加上访港旅客消费开支减少下，共造成经济损失至少约150亿元，相当于2018年第3季本地生产总值的2%。这些金额还没有包括打击投资者信心、损害香港国际形象等无形损失。此外，数据显示，黑暴发生前，香港罪案数字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但黑暴完全破坏并逆转了这一趋势。香港罪案数字2019年上升了9%，2020年继续上升约7%。香港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强调，民阵虽然自行宣告解散，但警方必须深入调查，而香港社会也仍然要高度警惕民阵借机作乱，继续破坏社会。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蔡毅认为，民阵多年来所犯的恶行不会因解散就一笔勾销。民阵声称自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但黑暴期间举行的游行最终变成暴力冲突。民阵一直以来都没有注册，借用其他团体的户口存放资产，本身就是一笔混账。香港大律师龚静怡质疑，民阵每年以筹办游行为名获得的款项以数百万计，但现在却声称只剩下160万港元。他呼吁警方彻查款项去向。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法学教授傅建慈表示，由于民阵一直被指获境外势力资助，因此追查民阵的款项来源十分重要。香港民建联支持警方严正执法，继续调查民阵涉嫌违法的罪行。工联会则指，必须警惕民阵借解散逃避法律责任，可能趁机销毁犯罪证据，促请驻港国安公署、警方等加大力度查办。我们要关注到他在宣布解散时候提到的资产，所以要关注他的资产流向。一方面是要查明他的追查一些不明资金这有很大的数量。第二方面呢，就是他对外宣称的160万资产是否会流向其他的目前还在存的反中乱港平台。过去这一周，继教协后，民阵宣布解散，又一颗长期侵蚀香港的毒瘤被清除，又一只不断祸乱香港的魔爪被斩断。香港向良政善治再迈出一大步。香港01的文章指出，无论是教协还是民阵，本来都不应该是跨越政治红线的团体。从修例风波到如今教协和民阵的结局，告诫了香港各政治人物和团体，无论是争取所谓民主还是其他政治诉求，都必须坚持和守好底线及原则，单靠所谓政治小聪明赢取选票只是一场虚幻。解散以后它会出现几种情况，一种是两面人，一种是从台前转到幕后，还有一种是可能是独狼式的暴恐袭击，还有的可能转向海外去争取舆论支持。那么对其中的有些情况，也要提前做好法律的防范，一旦发现严惩不贷。香港中评社周一援引岛内信源发文表示，解放军一架运8反潜机当天进入台湾岛西南方向的空域，台空军在空警戒。几乎同时，相关空域周边还有多架美军机与解放军军机在活动。不过，有台湾学者就表示，许多人认为台海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美国会协防台湾，这是过于浪漫的想法。从美军撤离阿富汗就可以看出，美国不会帮台湾跟解放军打，也不会与台军并肩作战。据中评社报道，名为台湾西南空域的社交平台账号发文表示，周一解放军一架运8反潜机进入台湾西南的所谓防空识别区，台空军在空监控。另在这片空域周边有美国海军 P8A 反潜巡逻机、解放军运8电子战飞机、运8电子侦察机、空警500预警机各一架。此前，针对解放军军机现身台海，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解放军的有关行动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是对民进党当局台独挑衅行径的严正回应。此外，国防部发言人也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解放军在台海地区组织实兵演练，展现的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解放军舰机频频现身台海之际，台军方通讯社军文社近日突然披露称，现任退辅会主委及主管台军退役军人事务的冯世宽在采访中透露，他在担任台防务部门负责人时曾明确表示，若状况危急时，完全授权台空军司令可以发动所谓第一击。上周六是台军所谓的空军节，冯世宽在接受军文社采访时专门提及，他某次在时任台空军司令沈一鸣陪同下，前往空军作战指挥部了解大陆基建动态。他当下即指示，如若状况危急时，完全授权空军司令发动第一击，绝不可让我们的飞行员被击落，并将此指示转达给台空军各连队干部。报道称，台军方人士先前曾声称，台军已明确将规定内的第一击定位为所谓的自卫反击权。若台军被攻击，必定反击；若进入临战状态，军方也可放下权责给第一线指挥官。例如，台空军作战指挥官可命令飞行员进行所谓的自卫反击权。不过，冯世宽口中的沈一鸣已在2020年台军方直升机坠落事故中死亡，而冯世宽本人也以口无遮拦、爱打嘴炮而一直被台媒及网友批评质疑。冯世宽这个人就是经常语出惊人啊，讲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话，非常夸张的话。那么这次的这样一个话，实际上也是在我看来性质也非常的类似。他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授权，事实上是他作为一个文官长官防务部门的文官长官，对于一线的军官士兵的一种安抚，一种打气。但事实上，台军敢不敢打第一枪，能不能打第一枪，这当然不是冯世宽说了算的。此外，台湾空军上周六还发布了在5月的一场演练中 F-16B 战机发射 AIM-120中程空对空导弹的视频。这是自2000年美授台该型导弹后，美国首度同意在台湾本土进行射击。美国防务作家罗伊乔表示，美国一直认为 AIM-120是一个敏感的武器系统，尽管这种导弹已经在台湾地区空军部署了近17年，但为了防止测量与特征情报泄露给解放军，禁止台湾地区进行实弹试射。除了早些年最初的导弹试射之外，台 F-16机组都是通过训练模拟器来掌握发射这种导弹的技术。5月10号的导弹试射应该已经得到美国方面的批准，而此时正值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加剧之时。发布相关导弹试射视频的前一天，太空军还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所谓年度施政成果影片，其中有段画面是台空军司令熊厚基主持电话会议，涉及台方洽购美制 F-16V 战机，这正是进行 AIM-120 导弹试射的机型。目前，台军141架 F-16A/B 型战机将进行性能提升至 F-16B， 预计在2023年全数完成。此外，台当局还向美方增购了66架 F-16B 战机，预计2026年前完成交付。按照美国兰德公司出的一个报告的一个讲法，台军需要装备1200到1600枚这类的导弹，才能够去有效应对在台海的所谓的各个战争场景的一种状况。而这个大概要花费台湾90到1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资金，那么很显然，这是台岛在短期内它难以去承担和应付的。也就是说，台军虽然有了这样一款武器，但是它有限的数量，包括台军现在长期缺乏实弹训练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情况，导致它很难在短期内形成实际的这样一个战力，更不可能去扭转两岸之间在军事力量对比上的这样一种代际的一种差异。对于民进党当局近来频频与美方进行军事方面的勾连，以及美军当前正在进行中的跨时区全球大规模演习，台防务部门下属智库就以此来为自己壮胆。台防务安全研究院分析员江新韶在上周3发布的防务安全即时评析中称，作为继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又一次最大规模的全域性联合军事演习，全球大规模演习向中俄发出美国有能力同时应对多条战线的强烈信号。此次演习虽需借助盟军力量的协助，但以美军为主，并在美军主导下采取的共同行动。整体来看，美国正在为防止全面性世界大战而建构联合吓阻的力量。不过，曾任台湾方面陆委会副主委的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近日则表示，许多人认为台海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美国会协防台湾，这是过于浪漫的想法。从美军撤离阿富汗就可以看出，美国不会帮台湾跟解放军打，也不会与台军并肩作战。
两岸最务实的做法是要设法避免战争，第一步就是要重启沟通管道，以防意外而误判。黄介正认为，台美从来没有联合演练过，一旦两岸打起来，美国就算要帮也帮不上，所以不可能打所谓同盟作战。就算美国军舰近年频繁进出台海，也只是要传达政治讯息，寄望于大陆方不要真的发起行动，也让台湾不要在压力下丧失信心，并没有军事上的意义。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冯世宽自曝在担任台防务部门负责人期间，曾经向时任台空军司令沈一鸣下达过这样一个命令，即如若状况危急时，完全授权空军司令发动第一击，绝不可让我们的飞行员被击落。您对此如何解读？确实，台湾前防务部门负责人冯世宽的这个自我爆料，似乎是非常的骇人听闻，因为这等于是明确告诉外界，台军在必要的情况下会向解放军发动先发制人式的攻击。那么密切关注近期台海局势的人都应该明白，冯世宽的这个说法其实并没有多少新意。大家知道，在去年9月份之前，台湾军方曾经向部队下达过一条非常清晰的命令，也就是命令前线将士不得主动向大陆军队打出第一枪。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只有在解放军开了第一枪之后，台军才能打第二枪。同时我们也知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及坚决不打第一枪，但也坚决不让你打第二枪，也是解放军建军以来一直秉持的传统。那么既然两岸军人都谨守规则，不向对方开出第一枪，那也就意味着在正常情况下不会有第一枪的出现，而只要第一枪不出现，也就意味着战争打不起来。然而在去年9月份，台湾防务部门决定修改台军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将不得主动向大陆军队打出第一枪改为了只要对方有明显的敌对行为，台军就可以行使自卫反击权。这一规则的修改意味着台军对于两岸开战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原来的固守防卫变成了先发制人，或者说台军已经准备要向解放军开出第一枪了，两岸开战的几率与风险将会因此陡然攀升。因此洪世宽向台空军司令员下达的这条骇人听闻的所谓密令，实际上已经被后来的防务部门给规则化了。只不过洪世宽口中的如若状况危急时，被正式表述为了对方有明显的敌对行为，第一击被包装成了行使自卫反击权。那冯世宽的这一条命令，以及后来台军正式将这条命令制度化，授权台军在对方有明显的敌对行为时行使自卫反击权，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很显然，无论是洪世宽的说法，还是台军后来修改的台军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都已经将两岸开火的条件从原来的刚性化，也就是绝对不开第一枪，变得模糊化与随意化了。因为无论是冯世宽所说的如若状况危急时，还是台军相关条例中规定的对方有明显的敌对行为，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包括大陆军机越过所谓的台湾海峡中线，以及进入台湾单方面划定的防空识别区，又或者台军前线人员判断大陆军区的行为不友好等等，都有可能被判断为所谓的明显的敌对行为，都有可能成为台军打出第一枪的理由。也就是说，在规则修改之后，台军是否对大陆军机发出第一击，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一念之间。再加上两岸两军之间并不像中美两军那样针对海上与空中相遇现象形成了一套可以具体操作规避风险的规则，两岸两军之间甚至是连正常的沟通渠道都没有。因此假如台湾方面仅仅凭借这些莫须有的东西就认为大陆存在着明显的敌意，并对解放军展开自卫反击，那两岸之间的开火事件甚至是开战就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值得注意的是，经过这些年以来政治经济与军事情势的变化，
两岸在各个方面的实力，尤其是在军事实力上，已经是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蔡英文当局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那他们就既不应该在政治上搞台独挑衅大陆，更不应该在军事上挑衅大陆。然而，继近年来明确宣布不承认九二共识之后，蔡英文当局又修改规则，准备以自卫反击战的名义向大陆发出第一击，也就是蔡英文当局不仅在政治上挑衅大陆，而且摆出了要在军事上主动攻击的这么一种姿态。这显然是在拿自己这枚鸡蛋往大陆的石头上撞，是在主动找死。因为这等于是一是主动送给了解放军一个自卫反击的机会，二是在为中国大陆武统台湾制造正当性与道义上的制高点。同时我们知道，军事是政治的延伸，战略决定战术。两岸开战的前提条件，首先是政治上出现了无法挽回的局面，这也是大陆反复重申只有出现了台独才会导致两岸战争的原因。然而让人看不懂的是，台湾防务部门修改相关规则，赋予台军对解放军发动第一击的权利，却有可能因为纯粹的军事动作，而不是政治上的重大事变，而诱发两岸终极一战，并导致台海局势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就是典型的军事决定政治，战术决定战略的行为，是属于非常不明智的因小失大。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